Hello，大家好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总会看到我身边的一些朋友，会对过去的一年做一些总结，然后展望一下新的一年，就是许一些愿望啊之类的。然后作为2021年的最后一个视频呢。我也不想跟大家聊特别严肃的话题，那就跟大家讲一讲我当时来加拿大的一些想法吧，然后也算是对我在加拿大2年0.6个月的一个回顾吧。从开始搜集加拿大的资料到买好来蒙特利尔的机票呢，其实我也就用了4个月的时间。但是呢，来国外生活一直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梦想吧。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，我当时就非常想去澳大利亚读研究生，然后当时呢自己也搜集了一些资料，然后跟我爸妈有讨论过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父母是非常传统的父母吧，他们不希望。就是他们不指望我有非常非常高的成就，他们只是希望我可以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安安稳稳的生活。那当时呢，我是刚刚大学毕业，所以呢，没有什么钱。那如果我一定要去澳大利亚读书的话，就必定会花费我父母非常大的一笔钱。所以当时呢，因为父母不支持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那决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，我自己有钱了，就不再需要依靠父母为我支付这样一笔费用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说，离开中国到另外一个国家，学习生活都需要花费一笔不小的金钱。那当时呢，我有想过，就是这笔钱如果我不出国，我可以用来做些什么事情呢？也许我可以继续在上海过安稳又小资的日子，可能每年呢，出去旅游1次或者2次，看看这个世界，然后再回到办公室，朝九晚五的生活。或许呢，我可以在上海买一个不大不小的房子，付一个首付啊之类的。又或者我可以把它存起来，等到以后结婚有小孩用在新的家庭中。或者呢，就是如果我不结婚没有小孩，那可以把它存起来养老之类的。但是呢，这些计划听起来都不是太吸引人，所以呢，我就决定用这一笔钱来买一段在国外生活的经历。那用一笔钱来买一段经历，听起来应该要比用钱来买一个名牌包来得高级一点吧。那不过呢，当时我的这样一个想法，其实是遭到了我身边大部分人的反对。原因呢，可能就在于他们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会要放弃在中国已经拥有的一切，然后到另外一个国家从零开始呢？还有呢，就是我也不算年轻，那可能就是在那个年纪。找一个靠谱的人结婚，然后组成一个家庭，是一个更加靠谱的想法吧。不过年轻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年轻不是一个数字，不是你脸上有没有皱纹，也不是你现在一口气还可以跑几公里。那我觉得年轻呢，其实是一种心态，一种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好奇心，一种你愿意走出舒适区的勇气吧。那你不觉得人到了中年，你可能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，在公司里呢，可能你也到了一定的职位，有了一定的地位。
那也有可能就是你有了房子，有了车子，那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有各种权衡，因为有太多的东西你是不愿意放弃，你好不容易得到，所以你不愿意放弃。这就是为什么人到了中年呢，就是想要做一些改变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吧。不过当你有了家庭，有了小孩考虑的事情呢，就必定会很多。从这一点看呢，单身狗可能也有单身狗的优势，比较自由吧。那接下来说一说我在国外这2年的收获吧。不过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，也需要看一看你对收获的定义是什么。那有些人会觉得在国外读完书，找到一份工作，可能比国内的工作要好啊，然后可以比在国内赚到更多的钱，这是一种收获。那再比如对于我妈来说，如果我可以在国外找到我的人生伴侣，她会觉得这是一大收获。那很可惜，也很抱歉，就是这2个呢，我暂时都还没有找到。那对于我来讲，最大的收获呢，可能就是我发现了我可以。那我可以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其实我在加拿大生活的2年多里面呢，也并不能说是完全的一帆风顺，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或者是一些不确定的事情。那我身边的朋友呢，就是那些华人，他们来加拿大很多都是跟家人一起来的，所以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总是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啊。然后即使那个人他可能并不能帮你解决问题吧，但是只要家人在身边，然后你多少都会觉得有一点依靠吧。但是当时呢，我是一个人来加拿大，然后特别是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，我也没有朋友，所以呢，所有的决定，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一个人来面对，然后所有的决定呢，也都是我一个人来做。其实刚刚开始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但是2年多过去了，现在回过头去看呢，你就会至少我就发现，就是很多事情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。那些困难呢，原来你自己都是可以克服的，然后很多事情呢，原来你自己都是可以做的。所以说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，我发现自己可以，就是。然后也会对自己有更多的信心吧。那之后呢，不管以后我会继续在加拿大生活呢，还是回到国内，我都可以相信自己有这样一个能力，让自己生活得很好。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吧。那最后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中国比较有意思的说法。为什么我会到国外生活呢？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征兆了。那因为在中国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，你筷子拿得远，嫁得远；筷子拿得近，嫁得近。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看一下这4张图，你就明白了。那在第1张图中呢，那个人他的筷子拿得非常的低，所以旁边写的是会嫁给青梅竹马。那青梅竹马的意思呢，就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男孩子。然后最后1张图，它是筷子拿得非常高，当然它这个图有一点夸张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筷子拿得非常高呢，你就会嫁到非常远的地方，就比如说你会嫁到国外这样子。那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可能是在读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去我的同学家吃饭，然后我同学的妈妈当时看到
我拿筷子的手势呢，就跟我说，以后你一定会嫁得很远，因为我拿筷子是拿非常高的那种。然后，所以呢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我父母能够早一点认清这个事实，早一点放我来国外的话，也不至于我现在还是单身狗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非常感谢大家听我闲聊。那在新的一年里呢，也祝愿大家，都可以有勇气走出舒适区，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